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截止目前，我已经向大家介绍了5种美国手机卡，其中包括免费的 Google Voice， 如何从零开始注册，如何永久保号，如何转移号码，还有免月租的 H2O。 这张卡无论是接电话还是接收短信都是免费的。还有就是月租只要3美元的 Ultra Mobile， 每个月包含100分钟的通话和100条短信。再就是虚拟运营商 No Rolling、 徕卡这些手机卡的共同特点就是可以长期在中国漫游使用，资费非常的低廉和划算。而且这3种手机卡在国内都可以通过非常便利的渠道购买到。如果你有想要获得一张长期使用的美国手机号码，那么建议可以从我介绍的这几张卡中去进行选择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到底要怎么选择？这几张手机卡哪一张适合我？那么今天我就来和大家分析一下。本次分析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。首先是各自功能的优点、缺点，其次是资费，最后是激活使用的便利程度。首先我们从最核心的方面讲起，也就是这张手机卡到底能够满足我们什么样的需求。先来看一下 Google Voice。 首先 Google Voice 是一个美国的手机号码，它几乎可以接收所有需要美国手机号码验证的短信。如果说你想申请一个美国的手机号码，只是用来接收短信，那么 Google Voice 无疑是最佳的选择。首先它是免费的，其次这个号码可以通过操作来实现永久保号，也就是号码不会被回收。另外，如果你的这个号码绑定了美国的实体手机号码，还可以免费拨打美国和加拿大地区的电话。可以说 Google Voice 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美国手机号码。那么这个号码就没有缺点吗？当然不是。首先它的最大的缺点是它的号码是 VoIP 号码，也就是虚拟手机号码。在一些传统的金融机构和风控比较严格的网站是没有办法使用 Google Voice 来验证的。比如美国的各大银行，如果你系统绑定的是 Google Voice 号码，那么大概率是没有办法收到验证短信的。另外就是 VPS， 比如我之前向大家介绍的数字海洋，如果你想绑定 Google Voice 号码来做2步验证是没有办法成功的。另外一个问题是，它用来拨打电话对于网络的要求比较严格，必须要开代理，而且你的路由器和代理要支持 UDP 转发。另外一张卡就是之前向大家介绍过的 H2O， 这张卡的运营商是 AT&T， 目前是美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。这张卡的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。首先优点是它是一张实体卡，使用上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其次它是免月租，而且接听电话和接收短信都是免费的。缺点是呢，它在国内没有手机信号，只能在 WiFi 的环境下使用 WiFi 通话。这就意味着大部分国产安卓手机是没有办法使用这张卡的，因为它们大部分都不支持 WiFi 通话。如果你使用的是 iPhone 6以上都是可以的，哪怕是国产的 iPhone 也是可以使用 WiFi 通话的功能。另外有一个缺点就是这张卡充值的有效期只有3个月，也就是说你充值10美元只能用3个月，3个月到期之后10美元就会作废。但是你可以在到期之前再次充值10美元，号码就可以再延长3个月，之前没用完的余额也会延长3个月。接下来聊一聊 Ultra Mobile 这张手机卡。在我看来，这是目前国内使用最完美的一张手机卡。首先它使用的运营商是 T-Mobile， 是美国的第3大电信运营商。因为这是一张实体卡，它并不是一个 VoIP 号码，所以完全没有使用上的任何障碍，可以完美接收各种银行、券商等要求比较高的验证码。在国内它使用的是中国移动的网络，也完全不用担心信号的问题。资费方面，每个月只要3美元的月租，套餐内包含100分钟通话和100条免费的短信。最重要的是，这张卡支持在国内长时间的漫游使用。这张卡的激活也非常简单，我们可以直接从运营商那里获取新号码，也可以把之前的老号码转移到这张新卡上面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们之前办理美国银行账户的时候填了 Google Voice 的号码，但是却发现收不到验证码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 Google Voice 的手机号码转移到这张新卡上。这样一来，银行系统内预留的电话号码没有变，
但是运营商却变成了 T-Mobile， 这样就可以顺利的收到验证短信。要说缺点的话，那就是国内不能使用这张卡的漫游流量。最后是徕卡，目前只推荐徕卡日卡，价格非常便宜，可以用来做一次性的验证用途，比如说用它来注册 Google Voice、推特、Facebook 都是不错的选择。资费方面， Google Voice 免费最推荐，哪怕你有其他的美国手机号码，拥有一个 Google Voice 做备用也是非常不错的。HRO 收短信、接电话都免费，发短信到美国号码 0.05 美元一条，只可以打美国的号码，打电话每分钟 0.05 美金。Ultra Mobile 月租3美元，第一次激活的时候，运营商会收取10美元的激活费用。如果免费使用量用完了，可以到官网购买语音包，2美元无限打1天，10美元无限量打7天。短信没有短信包，用完了发一条短信 0.5 美元，收一条 0.1 美元。相对 HRO 的收费比较贵。激活使用方面， Google Voice 最简单，自己申请或者购买完号码就可以直接登录手机 app 或者网页，就可以直接使用了。接收短信不用挂梯子就可以了。其次是 HRO， 只需要在官网注册一个账户，充值10美元就可以激活成功。但是要使用 WiFi 通话的功能，那就需要打电话给客服，要求人工开通。接通后按3有中文客服。激活最难的就是 Ultra Mobile， 新号的话只能在美国，需要有美国的信号才可以激活。转移号码要看顺利与否的情况，往往需要10几分钟甚至几天。WiFi 通话的开通就比较简单了，直接手机或者网页输入美国的地址就可以自己开通，不用联系客服。下面和大家总结一下，如果你没有接收银行短信需求的话，那么 Google Voice 是最好的选择。如果你需要接收银行的短信，也需要拨打电话，那么 Ultra Mobile 和 HRO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如果说你不想受到 WiFi 的限制，想在没有 WiFi 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，那么 Ultra Mobile 是唯一的选择。另外，虽然说 HRO 是免月租的，但是你充值10美元，它的有效期只有3个月，所以平均下来每个月也是需要3美元多。但是它接电话收短信是无限量免费，但是如果你的短信和电话预计会超过100的话，那么 HRO 会比 Ultra Mobile 更加的划算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总结的几张关于常用美国手机卡的对比。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，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，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。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，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，帮到更多的人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